我操，直了，拍了！哦，注意看，中国退役特种兵擂台上使出倒立十字固，瞬间掰断老外手臂，吓坏在场裁判，就连主持人都在大声呐喊，百年难遇，十分罕见。此人就是来自辽宁锦州的金刚战警樊荣。身为中国大级别的格斗选手，樊荣实力强悍，身体素质过硬。早在服役期间，樊荣就是部队里最能打的兵王。转战综合格斗之后的樊荣越战越勇，连战连捷，只用3年时间就拿下了16战13胜11次 KO 的豪华战绩。然而就在樊荣一路高歌冲击国际排名的时候，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野狼王哈萨诺夫决定前来阻击樊荣。哈萨诺夫从出道以来，已经陆陆续续参加了15年的比赛，不论是职业战绩还是比赛经验，哈萨诺夫都要比樊荣更加强大。奈何樊荣拥有强大的身体素质和军人那般的意志力，就算这场比赛再困难，樊荣都会选择坚持下去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樊荣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第一回合开始，自从樊荣出道拜入江云龙门下之后，樊荣训练更加刻苦，综合实力增长得很快，尤其是樊荣特别擅长利用自己庞大的体型在地面压制对手。虽然哈萨诺夫贵为巴西柔术黑带选手，但是樊荣眼神中充满了坚定与自信，只要樊荣小心谨慎，哈萨诺夫短时间内绝对无法击倒樊荣。对，要压制对方。樊荣在场上的擂台解读能力很好，对，他对自己处在一个什么状态，应该怎么做，心里边很清楚。樊荣呢，今年是25岁，身高是1.83米，臂展呢是1.85米，而他的对手索勒哈今年已经29岁，1.78米的身高，1.77米的臂展。我感觉索勒哈的战力也一般，刚才的扫踢感觉非常的犹豫啊，有一些软。两个人目前呢在战力方面移动步伐也都是两敏捷的，都没有太好的机会直接的进入地面，注意力还比较集中。对。就在哈萨诺夫发愣的时候，樊荣瞬间打出重拳，命中对手头部，紧接着乘胜追击，用手臂死死勒住哈萨诺夫的脖子。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观众们不由得连连鼓掌。不过哈萨诺夫可是拥有15年比赛经验的格斗巨兽，就算自己被死死勒住脖子，依旧有许多余力进行反击，挣脱束缚。拉过来，击中，连续砸击，对方的地面技术看来是翻的，没错，但是力量不错。对，啊，樊荣做了身体3掌，脚上的扣扎好了，左脚应该没了，樊荣的左手不能抽，对。好，答对了。刚才其实差一点掉了，哎，又一次进去，这个不行，没有，太险。樊荣要调整一下自己胯部的位置。哎，击打对方的腹部，对手还是在还击。现在对方是这个位置并不是非常的正，所以樊荣的手有点不够。樊荣已经把胯调整过来了，是可以找机会了，有机会。虽然说现在的比赛局势呈现出樊荣的压制效果，就算如此，依旧难以 KO 降服哈萨诺夫，因为哈萨诺夫也正在用手臂来限制樊荣。双方选手就这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谁都不肯让步。如果这时候哈萨诺夫敢出现一点防守不当，那都有可能会遭受到樊荣致命打击。要谈对力量要求比较高，腰上这个位置就其实是差了一点儿，对，这手臂这就不够，差一点的时候这角度就少了，臂臂差一截儿。樊荣现在就是要生吃对手啊，不断的给对手砸击啊，想破坏他的节奏，然后找着机会就开始往里打狗。樊荣这个时候应该常规来说应该是往自己的一侧去倒，如果对方把体重放在你身上是不容易的啊。齐胜被对方翻了，被翻了，一开，哇，地面打拳。我刚才那个地面打拳，我感觉一身冷汗啊！是啊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樊荣再次猛攻哈萨诺夫来寻找地面缠斗的机会，结果哈萨诺夫的反抗比较强烈，连续的顶膝并没有将樊荣给击倒逼退，相反，这也激起了樊荣强大的战斗欲望。还不等哈萨诺夫反应过来，樊荣再次挥舞重拳逼近。由此来看，
繁荣今天的目标并不是通过比分获胜，而是要想方设法 KO 哈萨诺夫才是最终目标。上攻，繁荣中了，繁荣后手出的太大了，这个繁荣棒，哎，被对方听到了。繁荣要怎么做？哦，要做对方的左手了。哦，当时有一没有空间，对，搭在这个身上，空间了。哦，还是要做，繁荣可能还是要做。繁荣在场上打，我发现他也是一个执着的人。对，选择完之后必须得尝试的有点效果啊。对，必须得尝试，必须得有效果。太靠拢边了，那要回到同一个位置来打了。咱俩回到同一个位置来打了，这样。哈萨诺夫不愧是塔吉克斯坦的柔术黑带选手，在地面缠斗方面，哈萨诺夫根本不会做出任何让步，直接用全身重量来压制繁荣，寻找降服机会。这也让繁荣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不过，综合格斗瞬息万变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就算繁荣短时间内被压制在地面，下一秒都有可能实施反压制对手。繁荣这个时候，如果想像他想象的一样去布置三角锁，我们看他在推对方的手脚布置三角锁，一定要把自己的胯再往外挪一挪。是，现在的这个位置等于把自己箍在地面上是做不成的。对，也没有发力的这个空间。当然了，对方的力量也很大，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到。要勾，要勾，找机会。做三角，胯太远了，碰了一拳。经过长时间的激烈地面缠斗，繁荣仿佛找到了突破口，直接抓住哈萨诺夫的一条手臂，施展倒立十字固。大家都知道，越是凶狠的降服招式，容错率越低。哈萨诺夫绝对不会给繁荣起身或者打反击的机会，就算自己做不了什么进攻动作，也要在地面压制繁荣。他应该是有一位选手的死掉，哦，应该是4岁，对，哈萨诺夫的哈萨克斯坦这位选手，哈萨诺夫掉的。他的战术布置是要做蝴蝶防守，锁对方的脚，对，直接把对方踢起来，然后转过去，应该是这样。转过来，起鼓脚吗？没有，三角脚又做了一次，对方还是逃出来了，中了2拳。哦，锁脚了，锁脚了，吸十字弓，对方重心做的太稳了，没有了，是，这个应该没有了。还是没有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2回合的地面缠斗可把2位选手累得不轻。不过繁荣对于地面缠斗这件事情情有独钟，只要一有机会便会逼近对手，施展下前抱摔。虽然说哈萨诺夫这位选手也比较擅长打地面，但是体力耗尽的哈萨诺夫根本无法做出什么进攻动作，无非就是利用体重来压制繁荣罢了。此时可不单单比拼谁的地面缠斗技术更强悍，更多的是看看谁的体力储备更完好。繁荣现在想做手臂吗？不行。逃回了半防，但一直以来繁荣其实拿到了开放式防守或者蝴蝶防守，对方的这个对于缠斗技的防守还是很严密的。一直的我们看到繁荣这么糙的缠斗技术，繁荣不会中。繁荣已经这个大量的时间在被对方压制。蝴蝶扫没成功。十字固，十字固，十字固，有机会，直了，拉直了，拍了，哦，漂亮，又是一次逆转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繁荣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繁荣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